作为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游的关键厂商，荷兰 ASML 在光刻机市场拥有极高地位，并且在2021年全球缺芯的背景下，荷兰 ASML 也创下不俗的营收。根据荷兰 ASML 公布的财报，在2021年全年实现186亿欧元的收入，营收成绩不可谓不出色。当然，荷兰 ASML 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营收方面，在光刻机实力方面，荷兰 ASML 也是领跑全球。根据新思想研究院公布的2021年全球半导体光刻机销售情况来看，荷兰 ASML 独占全球 100% 的 EUV 光刻机市场，全年累计出货42台。要知道， EUV 光刻机对于晶片代工企业而言极其重要，毕竟生产高端工艺的晶片产品必须依赖 EUV 光刻机设备，这也就意味着荷兰 ASML 掐住生产高端晶片的命脉。事实也的确如此，全球晶圆代工领域的两大巨头三星和台积电都需要高度依赖荷兰 ASML 研发的 EUV 光刻机设备。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荷兰 ASML 在背后的支撑，三星和台积电很难在高端晶片代工领域占据绝对的优势。总之，强如三星和台积电这样的晶片代工巨头，在光刻机方面也要受制于荷兰 ASML。随着晶片制造技术的节点不断推进，晶片代工企业对于 EUV 光刻机设备的依赖性也将进一步提升，这导致荷兰 ASML 在电晶体产业链的地位变得愈发崇高。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荷兰 ASML 的计划，2022年公司进一步提升 EUV 光刻机的产能，交付数量提升到60套。为此，在2021年第4季度，不少晶片企业向荷兰 ASML 下了订单，数额高达71亿欧元。由此可见，荷兰 ASML 研发的 EUV 光刻机设备在市场中受到热烈的追捧。总之，晶片代工巨头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 EUV 光刻机，就有足够的实力称霸晶片代工领域。显然，台积电和三星便是有这个优势。其实，与三星和台积电相比，荷兰 ASML 的规模并不大，但为何这家公司却能研发出高端 EUV 光刻机，掐住高端晶片制造的命脉？根据笔者了解，荷兰 ASML 诞生之初也仅仅只是一家名不经传的小公司，当时的全球光刻机市场均被日本厂商垄断。但时至今日，荷兰 ASML 已经成功碾压日本光刻机厂商，并垄断全球 EUV 光刻机市场。在笔者看来，荷兰 ASML 能称霸 EUV 光刻机市场，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当初荷兰 ASML 还在埋头研究光刻机时，由美国方面牵头建立的 EUV LLC 联盟为荷兰 ASML 崛起提供机遇。据了解， EUV LLC 联盟有诸多科技巨头组成，实力极为强悍。在他们的助力之下，荷兰 ASML 在 EUV 光刻机方面的研究迅速取得突破，彻底拉开与日本光刻机厂商的距离。自此之后，荷兰 ASML 在各大科技巨头持续帮助下，其在 EUV 光刻机市场的地位愈发稳固，进一步奠定了 ASML 在 EUV 光刻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外界的帮助固然功不可没，但荷兰 ASML 自身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众所周知， EUV 光刻机设备拥有多达10万多个零部件，有超过5000多家供应商为 ASML 提供零部件，而 ASML 凭借强大的集成能力，迅速对数千家供应商进行系统级综合，这让其在垄断 EUV 光刻机市场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另外，荷兰 ASML 还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掌握了诸多 EUV 光刻机的核心技术。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各种管道提升与供应商之间的粘合度，确保 EUV 光刻机的核心技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综上所述，
荷兰 ASML 已经在 EUV 光刻机设备市场建立起强大的技术壁垒，这让许多光刻机企业很难研发出 EUV 光刻机。也因此，无论是三星还是台积电，都十分重视与 ASML 的合作关系，并且这两大巨头为了获得更多的 EUV 光刻机，相继入股了 ASML 公司，为该公司在 EUV 光刻机的研发上提供资金、科技等方面的支持。此前，荷兰 ASML 再次公布了关于 EUV 光刻机的新消息，新一代的 0.5NA EUV 光刻机已经研发成功，预计在2024年便能实现量产。这也就意味着荷兰 ASML 在光刻机领域的地位再次提升。如无意外的话，在未来5到10年的时间里， ASML 光刻机一哥的地位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而， EUV 光刻机不能自由出货，这对于 ASML 而言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 EUV 光刻机被制造出来后，其就被限制，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能自由出货。为了实现 EUV 光刻机自由出货， ASML 一直都在想办法。例如， ASML 学习高通向美发出警告，限制 ASML 等自由出货没有好处，明确表示在中国市场加速布局，建设维修中心，扩大研发中心规模等。甚至 ASML 还加速提升 EUV 光刻机的产能，不仅要2年生产115台，还要在2025年实现 60% 的安装使用率，同时还加速交付了升级版的 EUV 光刻机。可以说， ASML 做出这么多努力，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由出货。但进入2022年后，外媒却直接表态称， ASML 迎来 EUV 光刻机实现自由出货的最佳时机，并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中国市场已成 ASML 最大的市场。 ASML 已经发布了数据，光刻机购买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是中韩美，其中美连续3年下滑，总额仅为 15.8 亿欧元，而中韩持续增长，中国市场购买总额超80亿欧元。要知道，由于 ASML 不能自由出货，中国内地市场还贡献超10亿欧元的营收，剩下的70多亿欧元都是台湾省贡献的。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已经成为 ASML 最大的市场。ASML 要想实现营收等持续增长，实现自由出货是最快的途径。更何况，三星、SK 海力士等在国内有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都需要用 EUV 光刻机进行产能提升和工艺升级。ASML 将会得到欧盟的支持。2022年后，晶片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美推出了520亿美元的晶片政策，欧盟推出了430亿欧元的晶片法案，目的就是与美在晶片方面进行抗衡。随后， ASML 就明确表支持欧盟晶片法案，同时 ASML 还要求欧盟关注世界其他地区所依赖的欧洲产品和科技的能力和效能。从 ASML 的做法上，其就是希望欧盟出面，帮助 ASML 实现 EUV 光刻机自由出货。要知道，欧盟也知道 ASML 的重要性，欧盟要在全球半导体晶片中的产值高达 20%， 不仅离不开 AMSL 的支持，更离不开 ASML 提供的市场产值。毕竟，在全球范围内， ASML 研发制造的 DUV 光刻机和 EUV 光刻机，现时还无法被取代的。更何况， ASML 更先进的 NA EUV 光刻机已经在路上了。ASML 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过去， ASML 的光刻机是生产制造晶片的必要设备，但如今可不一样了。资料显示，国产光刻机占领了国内80%市场，国产封装光刻机占领了全球 40% 的市场，新一代光机很快就会下线。另外，凯霞、佳能等联合推出了 Neo 工艺，在不使用 EUV 光刻机情况下，也能够缩小晶片制程，
预计2025年就推出了 Neo 工艺的5纳米晶片，关键是成本远低于 EUV 工艺，而且凯霞、佳能也有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Neo 工艺，这必然会对 EUV 工艺造成很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先进的封装工艺已经成为各大厂商发展的重点，通过先进封装技术弥补制程上不足，而晶片制程越先进，良品率越低，所以封装技术成为香饽饽，而不是光刻机。最后 ，ASML 面临供应链问题。由于俄乌事件 ，ASML 的奶气供应已经受到了影响，价格也已涨了1倍之多。而俄乌给 ASML 提供约 20% 的奶气，所以 ASML 早就表示要寻找新的奶气来源。要知道，国内厂商早就掌握了相关奶气的生产制造科技，并获得了 ASML 的认证。只要 ASML 需要，国内厂商理论上很快都能够向 ASML 供货。可以说，一旦国产奶气进入 ASML 的供应链，情况就会发生了变化。毕竟，奶气是光刻机的必须要的原材料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外媒才说 ASML 迎来 EUV 光刻机实现自由出货的最佳时机。对此，你们怎么看？